泽伦斯基被川普狠狠修理了一顿，事后又断修电网、断新链，又批判他腐败，整个美国所有的大咖都动起来，要针对乌克兰下狠手。结果，伟大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参加资深媒体人网络电台节目，说什么？川普新政延续新高，对台湾是机会大于威胁。我不知道我在看什么，乌克兰都快完蛋了啊，还要靠林佳龙吹喇叭，靠心头壳吹喇叭，这些姑姑是傻逼是不是？焦虑到要发假新闻安慰自己，小姑姑绿头壳。川普跟副总统拜登名义是雪崩式下跌，澳洲说要拨款15亿美元的支援乌克兰，真的有这件事吗？绿头壳是智障是不是？所以你看，连乡民都笑死。心头壳发这种新闻是不是头壳坏掉？是当中共同路人哦。而且最好笑的，美国的民调，你去找一个中文的推特要干嘛？所以这姑姑真的是没救了。我唱姑姑，这一颗是姑姑男人，直接挂。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川泽会破局，那我想过程我已经跟大家大概讲过了，然后你大概看新闻也看到了，这可以说世界外交史上非常罕见的直播大吵一架。其实大家最想问的是，清德啊，你准备好了没有？因为我看联合报出了一篇社论，而且是用联合报社论哦，他直接说泽伦斯基在白宫受辱，赖清德有何感想？我觉得赖清德会发现说呢，这4年真的很难当，因为你一没当好，你就是台版的泽伦斯基，就是直接被美国洗脸。那目前我知道的是，我们的国安层级针对川普这边的沟通管道并没有到非常高层，也就是说呢，其实现在因为川普、普丁、习近平三方的关系很好，虽然他们美中还是在竞争，但是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习近平拿出了足够的诚意，所以就是愿意交川普这个朋友，所以呢，他们两边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被问到有没有要保卫台湾的时候，他说他不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以前拜登是会主动回答这个问题说会保卫台湾他现在不回答了。好，再来，很多人说美国国务院他把不支持台独这个拿掉，然后很嗨嘛，对不对？他们却没有注意到下面多加了一句叫做两岸的前途由两岸的人民共同决定。那谁要来做这个共同决定的这个主导者呢？那当然就是美国嘛，台独不台独那也不管你了。好，但是就是两岸之间的关系呢，由我美国说了算。那我就觉得青鸟在开心什么？这相当于是把台湾交给大陆决定了，因为如果两岸人民共同决定的话，那简单投票，那你怎么投？给你双手加双脚算4票，好，你还是输。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一届的川普、普丁跟习近平的关系，跟上一届他在就任美国总统那4年有很大的不同。该加的关税还是要加，因为其实美国人就是要赚钱，所以那个时候川普就跟他说 "You don't have any cars"， 你没有牌了嘛？对。那所以泽伦斯基也没有办法反驳，所以呢，其实当天被洗脸的，我觉得是非常难看。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川普他是历来美国总统里面，我认为最不会发动战争的，但他会跟你要最多的钱，对，因为他 MAGA 嘛 ，American Great Again 嘛，对，所以他只是要让美国发扬光大，然后呢四处去交保护费，然后呢保护大家和平，不要吵架，不要打架，然后呢，因为打仗就会死人，打仗死人就会损失钱财，没错，损失钱财还有人跟你借钱，像他就觉得你拿了我们5000亿美元，怎么都不还，然后呢，再来就是美国的军人也会受伤，所以呢，他站在一个保护美国的立场，他觉得他可以用外交的手段去阻挡任何国家的军事发展，他的目标是这样子，所以他说他可以去跟普丁沟通啊。所以好笑的是，泽伦斯基现在最想见的人是谁？是习近平。我觉得这个青鸟最近真的是很嗨了。刚才巧心提醒大家说，当美国的这个态度他已经做了一些调整的时候，跟过去也是很不一样。大家其实可以发现，最近民进党政府是几乎没办法掉头，包括他的电视节目，包括他的这些侧翼的发言，因为他整个过去几年他都是围绕在拜登的一个政策下面去制定。还有其实就是第一任川普政府在第3年任期的时候，他们进入这种抗争模式的时候，所以相当于是这个6年的周期是蔡英文过得很舒服的时候。那但这6年过完了，大家都知道嘛，在派对周结束的时候，拜登也接下去了嘛，然后现在每天就被川普拿出来骂嘛。但我觉得民进党这么可怕的地方是，他们像网络是眼盲一样林佳龙昨天才讲说，川普的新政
延续性高，是对台湾机会是大于威胁。更好笑的是他还补了一句未来其实不需要凡事都提到中国，美中台应该从冷战的三角关系思维中跳脱，台美关系不用被框架在中美关系之下，台美应该与美中脱钩，借此避免中国掌握话语权。所以其实我觉得民进党政府跟青鸟是这精神很有问题啊。其实他这句话呢，用民进党的话术讲了实在的话。他简单的就是来说，你对大陆的关系是现在真的要开始接触了。你再用赖清德那种模式下去，台湾真会被搞垮。你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开始去发展一些关系。他其实这个话他深意代表意涵是这样子，那但是呢，他也不好意思直接这样打脸民党政府嘛。那这事情当然就有推进哦。我跟大家讲，美国凶的嘞。就在川普跟泽连斯基吵完架之后呢，泽连斯基去了福斯电视台福斯电视台的主持人就跟泽连斯基口头说，那你要不要道歉？泽连斯基呢拒绝。后来泽连斯基呢转头呢搭了飞机就去了英国告状。英国出来表态立，结论就是现在欧洲要死抱泽连斯基，因为这是欧洲最后筹码。如果欧洲跟乌克兰不团结的话，那美国就会跟俄罗斯古英话旁起。因为我上次就有说川普的3套剧本，简单讲3套剧本逻辑很简单。第一套剧本，美俄共分乌克兰，迫使欧洲只能继续在不甘不情愿的情况之下，因为俄罗斯的势力西扩，所以呢强迫站队美国。所以美国呢既甩了锅，又得了里子，甚至呢还得了面子。第3套剧本，美国呢雄霸北美所以就把加拿大、墨西哥给拿捏，把巴拿马、把格陵兰给夺过来。第2套剧本是什么？就是在处理完这些之后呢，拿台湾对付中国。那如果对付不成的话，一样用处理乌克兰的模式，美中俄共分世界这就是所谓川普3套剧本。简单讲，这就是现在泽连斯基的困境嘛。这是一个他根本支付不起的代价，而且他现在呢也穷爆了这个欧洲。可是问题是，美国的出手永远是比你想象的还要更狠。才吵完架，美国媒体就报道说，国务院直接终止乌克兰修复电网的协助计划。大家了解到，现在的乌克兰每天被俄罗斯的轰炸是数以百计，动辄无人机是上百架，再加上各类型的巡飞弹，费本500，费本1500，那是一个超重磅炸弹所以乌克兰的电网如果没有美国协助维修的话，是没办法久撑下去的这个电网修缮计划呢，过去已经投资数亿美元在修复这个电网。那过去3年当中呢，乌克兰的电网始终遭到俄罗斯强烈的打击，所以不断的毁了又修，毁了又修，毁了又修。所以乌克兰计划的 USAID 的官员说大幅削弱政府谈判铁火的能力，也是向俄罗斯发讯号，我们不在乎乌克兰或者我们过去的投资。我跟你讲，强度还不止如此。美国国安顾问呢，直接暗示泽连斯基必须要下台，不管你欧洲人说什么，我不管不顾了路透社跟法新社的一个报道，被问到川普是否希望泽连斯基辞职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他就讲到说我们需要可以打交道，并且最终呢跟俄方打交道结束战争的领导人。如果这情况泽连斯基在个人动机或政治动机上与结束他国家的战争背道而驰，那我想我们有真正的问题需要处理然后美国的执政党，也就是共和党的联邦众议议长 Mike Johnson 他也讲到说，泽连斯基现在并不符合美国的要求，乌克兰可能得有另外一个领导。那另外瓦兹还强调说我不清楚泽连斯基是否准备好真诚的结束这场战争另外呢，相对比较挺乌克兰，或者说以前所谓的超级友台议员 Marco Rubio 现在当然转职成国务卿，他说28以来我就没跟泽连斯基谈过话。什么意思？当美国的鹰派抬头的时候，原本你以为的鹰派 Rubio 他根本没动作的空间。从这样来看，那谁要死得更惨？看起来泽连斯基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所以呢 Rubio 最后只能说也没跟乌克兰的外长西比哈没有办法通得上。他说当他们准备好实现和平的时候，我们将会重新接触。什么意思？他只剩事务性的角色。这个是让非常多强调价值外交的人非常焦虑，他的焦虑就来自这里。所以为什么说青鸟焦虑？你如果稍微懂行的人都知道要焦虑了。我跟你说，再来就抓你的小把柄。第一个，马斯克要进场了，来查账，要来查这个乌克兰里面有没有贪腐问题。另外是谁呢？小甘乃迪也进场了，
他说啊，乌克兰战争洗钱的真相。当问及说我们真的负担得起1130亿的援助吗？大型军工承包商一直想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北约，为什么？一旦某个国家加入北约呢，他就必须按照北约的武器采购军备，这意味着某些公司可以获得一定被锁定的市场。所以呢，去年12月份，拜登授予了乌克兰一个战后重建合约，你猜谁拿到这份合约啦？ BlackRock 黑石公司。乌克兰必须将所有国有资产出售给跨国公司，包括整个欧洲最大的单一资产农业用地，他们已经卖了 30%， 谁是买家呢？杜邦、嘉吉、孟山都，这些公司是谁的？没错，是黑石的。他现在出手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整个川普派、整个马卡派动起来啊，代表说你泽伦斯基就是一个跟拜登勾结的贪腐政府啊。这是很恐怖了，各位啊，这叫做组合拳。那你就看到小姑姑绿头壳还在发文，什么叫做川普跟副总统范斯民意是雪崩式下跌？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川普跟范斯面对民众的抗议声浪，范斯尤其猛烈，说范斯是叛徒。澳洲说要拨款15亿美元的军援给这乌克兰，什么时候到账啊？真的有这件事吗？绿头壳是智障是不是？所以你看，连乡民都笑死，有没有？新头壳发这种新闻，是不是头壳坏掉了？是当中共同路人哦，以美论呢？你看他们焦不焦虑？焦虑到要发假新闻安慰自己啊！而且最好笑的，美国的民调，你去找一个中文的推特要干嘛？所以这姑姑真的是没救了。最近有一张非常经典的图，代表着姑姑们的心情，到底是要我穿威武，我穿威武，还是要当乌克兰人啊？选一个吧。我穿姑姑舞，这一颗是姑姑兰人，砰，直接挂，怎么办呢？精神错乱啊。所以今天天下杂志就出了一篇叫什么川泽会崩坏，川普丑话你说对一件事，乌克兰外交苦路给台湾的启示，副标叫什么？川普泽伦斯基吵架收场，美乌关系破裂，国际出现什么新现实？手中没牌的泽伦斯基给台湾什么警惕？讲到这个份上，就叫乌克兰已经完蛋 ，Game over。